近日，美国副总统贺锦丽首次在亚太地区登上了美国海军的一艘独立级滨海战斗舰塔尔萨号，使得人们又重新的关注到了这一级备受争议和批评的美国海军现役军舰。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支持滨海战斗舰美军高官声称，LCS 是一种能够阻止并且有效克制中国海军在南海所有行动的强大战舰。滨海战斗舰的规模与标准和护卫舰及舰艇相当，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他们预计滨海战斗舰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美国在南中国海面临更强大的中国存在，其不断增长的舰队和南海岛礁中国部署的战斗机部队也能够证明这一点。负责指挥美国海军第7舰队的比尔·梅尔兹海军中将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次在线防务会议上表示，海军计划到2022年底在西太平洋部署多达8艘滨海战斗舰，其中包括4艘作战舰。到今年年底将在新加坡建立一个基地，现在美军则有2个基地。梅尔兹表示，此前一艘滨海战斗舰加布里埃尔·吉福兹号在去年的行动中几乎横行中国南海地域，他一直在那里捣乱，这是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军事行动。而且 LCS 具有一定的隐身性能， LCS 在高速移动中可以有效避免被瞄准，因此很难击沉它。LCS 美军目前拥有34艘，这些船只造价高昂，每艘 LCS 的造价高达 3.6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 23.34 亿。有2种型号，一种是独立级，一种是自由级。2种舰艇均采用模块化设计，长度118至128米，排水量2000至3000吨，拥有一定的反舰反潜能力，最高速度可达到40节，也就是每小时72千米以上，比现在的护卫舰和驱逐舰都要快10节。为了让 LCS 面对中国时更有底气，美国海军特地的升级了在亚太地区部署的 LCS 的反舰导弹，从原来射程110千米亚音速的老式鱼叉反舰导弹更换为了4枚海军打击导弹。此款导弹相比其他常规的反舰导弹具有隐身能力，而且射程也达到了185千米，而雷达难以发现此类导弹。虽然美国海军领导在较浅的沿海地区吹捧滨海战斗舰的速度和敏捷性，但批评者指出它武器装备的不足和屡次爆发机械故障的教训。专家指出，一旦 LCS 与中国海军发生海上冲突，它究竟能有什么本事来克敌制胜？美国海军太平洋司令部前高官作战部长卡尔·舒斯特就对 LCS 公开提出质疑。他认为 LCS 如与中国海军作战则撑不了多久，因为中方同类型吨位的战舰性能是要超过 LCS 的，而且 LCS 也不是为了和中国军舰进行冲突而建造的。LCS 虽然跑得快，但是跑得再快也没有中国的导弹跑得快。美国海军的预备役军官赫辛格对此也给出了中肯的评价，他认为比尔·梅尔兹海军中将对 LCS 的评价是有失偏颇的，认为他刻意地夸大了 LCS 对抗中国海军的作用。他说，目前中国海军单论数量已经位居第一，和美国海军相差无几。难道头号世界海军强国之一的中国会怕装备4发反舰导弹的 LCS？ 他说这是不可能的。而且 LCS 从2008年服役以来备受诟病，各种机械故障层出不穷，并且引人注目。如果将来美国海军开着 LCS 去南海与中国海军短兵相接，那么毫无疑问 LCS 将是最烂的选项。万一通过中国南海时出现故障，那就会成为大问题。我国的军事专家对 LCS 的前景也是非常的不看好，毕竟论综合实力， LCS 甚至是不如美国海军的前行舰佩里级，无论是反潜、反舰、防空都不如。美国海军企图把它当作多用途军舰来使用，从现在看来毫无疑问是彻底失败的。一艘舰艇要 3.6 亿美元天价，
基本上相当于我国目前主力驱逐舰 052D 的 76%。但是4至5艘的 LCS 战斗力甚至都并非一艘 052D 的对手，因此 LCS 对于美军就是个鸡肋武器。至于未来美国海军打算部署8艘滨海战斗舰，区区的8艘对于中国海军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问题。目前我海军装备了78艘056系列护卫舰和34艘054系列护卫舰，共计112艘护卫舰。这些护卫舰单拎出来一艘都可以对 LCS 进行降维打击，更不用说我方还有空军的巡航导弹和轰炸机了。因此 LCS 注定是一个没有用处的花瓶军舰。如果美国敢用这些堪比废物的军舰来挑衅中国，那么其最终的下场无非就是全部沉没而已。